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。相信大家都听过一个说法，说修行人的命是算不准的。为什么说修行人的命算不准？那又为什么能被人准，却算出何时开始修行，甚至修到何种高度呢？改命究竟改的是什么？而算命又能算准哪些部分？这些问题的背后都触及一个核心：人的命运究竟是注定的，还是可以被改变的？修行人的命到底能不能算准我们常说的八字？其本质反映的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习气、能量模型。宇宙运行有齐同频法则，一个人之所以在特定的时空点出生，是因为那个时刻的能量模式与他自身习气的能量模式是相应匹配的。这如同男进男测，女进女测，是一种自然的选择与对应。基于这个匹配的能量模型，才能推演出个人的性格特质，进而推演出大致的命运轨迹。这是命理术数的原理。根据观察，大约 95% 的人，其八字与本人的习气和命运轨迹是高度吻合的，但总有约 5% 的人怎么看都觉得八字与其本人对不上号。关键就在于投生原理。一个人投生在哪个时空点，主要受两方面影响：一是下意识的习气业力，这受绝大多数人的主导量，他们依照观心投生；二是强烈的愿力。当一个人在投生之际拥有极其强烈，甚至已成为下意识层面的愿望，比如成愿再来的修行人，这种愿力所形成的能量模型会其固有的习气能量模型产生复合，于是他选择的投生时空点就不再仅仅与习气匹配，而是习气愿力与复合体匹配。愿力如何导致算不准？对于那 5% 的人来说，他们投生时的时空点能量模型因为掺杂了强大的愿力，并不能完全准确的反映其固有的习气能量模型，所以基于这个八字去推算其原始习气和由此延伸的命运，就会出现偏差。这类能够以强大愿力影响投生选择的人，往往本身就是修行人。他们通过修行达到一定境界，才能在生死关头不被习气完全阻挡，而是注入自己的愿力，选择与原始习气不完全相符的时空点投生。请注意，八字不准意味着他投生时用了强大愿力，但并非所有修行人的八字都不准。八字准不准，关键看他投生时是否动用了强大的愿力来改变轨迹。那么修行人常说改命，改的又是什么呢？第一种情况，投生时用了愿，如上所述，他们的八字本身就不准了，基于八字的推算自然也不准，这本身就是改命的一种体现，在投生起点就改变了轨迹。第二种情况，投生时没用愿力，这类修行人的八字是准的，基于其习气推算的初始命运轨迹也是准的。然而修行带来的改变在于习气的程度，习气的性质不易改变。比如一个人天生易怒，修行后可能变得不那么容易被激怒，但遇到极端情况，其怒的反应模式可能依然存在，改变的是习气的量。修行如同让刹车片磨损变慢，每个人的刹车片都在磨损，磨损到极限就会导致事故。
修行让磨损程度降低，习气变淡，不那么明显和容易触发。改命是量变的结果。由于习气程度变弱，原本在某个时间点会因习气而遭遇人生重大灾难，可能因为习气变淡得以平安度过，延迟到很晚才显现，甚至一生平稳。这就是修行改命的真相，它改变的是习气发作的程度和频率，从而改变了某些负面结果的显现时机或是否显现，但习气的根本性质并未彻底消失，看起来命运改变了，其实只是灾难的量变积累还未达到质变的临界点。因此当我们为他人或自己看八字时，更应着重于看清其核心的性格特点，因为所有人的命运归根结底是由自己的性格一步步走出来的。算命的价值不在于预测一个不可更改的结局，而在于帮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自身的习气模式，看清其中可能导致困境的弱点。一旦看清了这些性格上的刹车片在哪里，磨损程度如何，我们就有了主动权通过修行去调整习气的程度，从而在相当程度上改写命运的剧本。无论八字准与不准，其核心意义都在于认识自己是改变的开始。